各位大家好，本人是陈龙宇。那我录制这一系列的名称叫“别再被骗了”。别再被骗了。为什么会用这个名称？就是我认为坊间很多的风水老师或是风水书籍，它其实都有误导或是欺骗一般不懂阳宅的人。那我为了提倡正确的阳宅观念，所以我把正确的阳宅观念录制给一般的民众当参考。好，那我们这一篇第一篇，我们是穿堂煞。穿堂煞在坊间的老师把它讲得非常的严重甚至前不久有一个台中我们台湾台中在岭东技术学院附近有一个小姐她请我去看阳宅，那目的只是为了看说她家里那个是不是穿堂煞就只有这个目的而已。她其他她都不在乎，她就是只要说我去帮她看说是不是穿堂煞，那如果是的话就帮她改过来。因为她说她其实已经住了好几年了她说有一天她的一个朋友稍微懂阳宅，然后去她家看说她家那个是穿堂煞但是她不会改所以她就在网络上找到我然后找到我之后请我去看说那个她家里那个是不是穿堂煞可见从这个例子可见这穿堂煞被一般的这个坊间的风水老师不管在媒体上或是在网络上书籍上都讲得很严重讲得很严重，让一般的民众一看到穿堂煞就觉得心生恐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风水风水顾名思义就是风跟水，所以凡是跟这个风跟水无关的风水理论都是伪论，都是假的风水我们风水讨论的除了风还有水之外当然还有阳光还有磁场之类的还有磁场之类的。但是风跟水这是两大基本要素，所以你看的阳宅，它如果没有考虑到风跟水，基本上这个阳宅它就是一个伪论这是假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坊间老师对穿堂煞的定义这个我随便从网络上摘录下来的他说住宅的大门若一打开就可以看见后面的窗户或是阳台的话，而没有其他的遮蔽物，就叫做穿堂煞。穿堂煞的影响来说，会容易有血光之灾，动刀的机会增加，动刀就是手术了或是血光之灾之类的而且对财运方面来说，有漏财损耗的现象，而没办法顺利开展。化解的方法除了更改动线、重新隔间之外，就是在中间加屏风，或采用不透光的窗户，让光线、视线无法透视就可以了我相信你还没有看以下的视频，你会觉得说他这个讲的完全是对的。好，那我们现在先不做评论我只先带你看过而已。那我们讲完之后，我讲完我自己的对穿堂煞的这个内容之后，那我再回头来带你看这段话那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不同的领悟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是坊间老师对穿堂煞的改善方法
这个算是写的已经算是比较正确、比较好的了。哦，有的写的很夸张哈、哦。我们看一下，它第一个，他说一般哦多可在2个气口的一直线上哦用屏风加以阻隔便可。这跟刚刚那个讲的一样哈、哦。第二个哈、哦，更改前气口或者后气口哦，使不在一直线上。第三个哦，摆个盆栽也可以。哦，我现在只先带你念过哈，我现在都不加以评注哈。等你看过我了之后，我再回头带你过来看哈。如果在厨房，也可以用上冰箱或者橱柜的摆设来回风转气。第四个，如在客厅入门玄关处，可以置鱼缸来化解，但鱼缸不能乱摆需请老师来鉴定。他这边写的还算保守，有的甚至写说挂什么剑啊，挂葫芦啊，挂五帝钱挂什么东西就可以解好，那我们接着来看我对这个穿堂煞的看法好，任何风水问题都应该由风跟水对人的影响来探讨。当然，穿堂煞也不例外。好，那穿堂煞它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它形成的要素，第一个这个它有两个门比如说这个是前门，这个是后门。好，那这里我是用门来代替的事实上门、窗户都可以门跟窗户都可以这个前门你把它改成窗户也可以，后门改成窗户也可以好，那你的门开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就叫做穿堂煞为什么？这个很多老师他没有讲，像刚刚那个有的都没有讲直接他就说这个不好。其实我说我们阳宅风水考虑的就是风跟水。那因为我们这个室内里面没有水，所以我们考虑的是风。好，那你看我们人坐这边，那你的这个前后门开这样子，如果以风来讨论的话，以空气的话，它会造成什么现象？你两边如果同时打开的话，它会造成这种现象，就是气流，它气流是这样子走的前后通，它气流会这样子走。好，那气流这样子走的话，对这边的人会有什么现象？会有什么影响？你把它想成说你如果用气流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把它想成是什么？是水把它想成是这个整个是一个湖这整个空间，整个室内空间是一个湖，然后这边有一条这个河流或水沟这样子流通。那这样子会有什么现象？这样子的话只有这个地方这个水沟这个地方，我画红线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地方它是活水，其他这部分越靠近边边的这部分这部分都是死水，它都没有循环到，因为这水流只有带动这样子顶多就是它边边这边还会这样边带动。你越靠这边越靠这边的就越没有被这个活水带动，所以这边的水怎样都是没有循环到的污浊之水污浊的水。那阳宅里面的气流影响也是一样你门开这样子，气流这样子循环，所以这边这边都是什么？没有循环到的气流它基本上都是没有循环到的气流那你住在这边，久而久之，你吸收的气，它就是污浊之气嘛所以才会有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影响是怎么样？第二个影响是，我把这个擦掉第二个影响是刚好
倒过来，他人的位置在这边啊，刚好在这个穿堂煞啊，这个线上，这种一般比较少看到了，一般都是像这一种啊，这一种的比较少看到。那这种的话会更严重，你人在这边哈，人在这边的时候是气没有循环到，所以你吸收的气是比较污浊之气。那你人在这边的话，你如果两个门或窗户都打开的话，它这个风速很强会一直来切割你。那我们人吸收我们纳到的气不能够是那种很急很快的气。我们屋内讲究的是什么？是长风聚气。长风聚气。那你如果气很强的话，那叫风吹气散。风吹气散。风很强的吹，它的气气场就会散掉。所以你人都在这边的话，一直这受这个这个很像一个管子管道这个气流这样子这样子很强力的这样子吹送的话，那你在这边气场就会被吹散掉。这一个才是真正造成我们这个穿堂煞的影响。好，那我们再看下一章我们应该先看这一章了好，这个你看一下它的门跟门虽然直对，但是它有稍微错开，这样子算穿堂煞吗？这样算不算穿堂煞？这样还是算，但有的老师认为说这样子不是很那个明显的穿堂煞有的甚至讲说这样子比较没有关系。但是你想想看，你的人在这边，你即使说把这个门错开成这样子，它的气流会怎么流？它还是一样这样流啊，对不对？气流还这样流啊，那你人在这边还是一样没有循环到啊。那今天假设你人在这边的话，一样啊，这一样是这样子流，还是对冲，跟刚刚那个有没有不一样？跟刚刚这一个是一样的嘛。所以即使说你把门开成这样子或者窗户假设说这个是窗户也是一样的那这样子还是一样它还是一样是穿堂煞那你这个这个一般老师就认为说这个不是穿堂煞了，就90%老师都认为说这不是穿堂煞。但它是不是穿堂煞？你如果以我们的气流的定义来看，它还是穿堂煞。为什么？因为它的气流是这样子流的这样子流过来的，它不会这样子循环过来它不会这样循环过来。你要记得气流跟水是一样的，它都是往这个最直线的方式最直线的那个通道去做运动去做活动去做流动，所以它一定是这样子这样子流这样子吹过来，这样吹过去。那以我们的定义一样啊，这边一样都没有被循环到啊那你在这边的人呢，一样啊，他还是这样子很强啊。所以这还是一样是穿堂煞，但是坊间的老师认为说这个就不是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直线对到因为坊间的老师他不懂这气流的原理，他认为说什么前门打开直接看到后门就叫穿堂煞，他是用眼睛用直接看到来定义的这种都没有啊，这种打开他看到是墙壁啊，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个，没有对到一直线啊，但是它却也是穿堂煞，它却也是有穿堂煞的这种凶相。原因是什么？就是气流的关系。所以我一开始就讲说你学这个风水看阳宅都要以气流的观念来讨论以这空气跟水的观念来讨论好，那我们再看这一个图这个图一样它的门跟门是相对的那人一样坐在这边，唯一的不同是什么？是我在这边加开一个窗户
那这样子的话，能不能解穿堂煞？你以汽油来讲的话，它一样是这样子，会这样子流，这样子流过来，但是有一部分它会这样子流。好，那你如果说你一样把这窗户、这门、窗户或门打开，那这样子它流过来这边的空气就不多，所以你如果你门还是打开，你只开这个窗户，这样子是没什么效果，有改善，但是改善效果不好。那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是把这个窗户或门这边的关起来，然后关起来之后，它气流就会这样子流。那你这样子流的话，整间就会有循环道了，所以这样就改了，这样就改过来了，事实上一般我们家里的门前后门其实它不会一般很少同时开啦。你像公寓的房子，公寓的房子像公寓面对那个楼梯或是那个电梯那个门，几乎是没在开的嘛。那它开的都是什么？阳台那个窗户，所以那一种根本就不叫做什么，不叫做穿堂煞。那一种根本就不叫穿堂煞。你穿堂煞一定要两个门同时都有开，那个才叫穿堂煞，因为汽油才会这样流通啊。你公寓的房子，你一天开几次门？你开的时间多久？那根本就不是那根本就不是穿堂煞。所以假设说这种是像公寓的房子，这边假设这边是它的阳台，气进来，然后它这个门不常开，然后它反而开这边的窗户，这个根本就不是穿堂煞，因为它气流会这样子流过来。就像透天的房子也是一样啊，透天房子有的后门也不常开啊。那假设它前门在这里，后门在这里，然后它只要在这边开一个窗户，它一样啊，气流一样从这边流过来啊。根本就没有穿堂煞的问题，除非说他把这个后门，或者后面这个阳台，这个窗户也打开，像气流它才会这样子流动，那你即使说你开一个窗户在这边，效果只是稍微改善，也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个穿堂煞改掉，所以你只要把一个门关起来，然后这边开窗户，这样就好了。再来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好，那有的老师讲说我只要在这个两个门之间，我用一个东西把它挡着屏风，有没有？刚刚那个有的讲说用屏风挡住这样子你从这边看不到嘛，看不到后面这个窗户或门嘛，你看到的是一个屏风嘛，所以他说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解穿堂煞了。问题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你如果说你用一个屏风这样挡着的话气流会怎么走？它气流，我们现在假设两个这边都有开了它气流会这样走嘛？这样子过来，这样子绕过去，这样子嘛。这样子过来绕过去嘛，然后这边的气流这样子嘛，对，一样啊，一样这样子绕这样子过来嘛，会这样子嘛？那你看这样子，这边的人有循环到吗？还是没有啊？对不对？还是没有啊？他只是视线上看不到前门，看不到后门而已啊。那你看到气流真正有改善吗？没有，所以这种挡法是没有用的。那有的老师说用屏风，屏风根本就没有用。屏风你不管挡在哪边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屏风它没有办法从底下地板遮到天花板。你要遮穿堂煞的一定要从地板遮到天花板才有用。我们再举下一个图，这一个这种挡法就有用穿堂煞你挡在这边就有用，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假设说，我们气流从这边进来，从这边出去这样子，这前门，这个是后门，我们假设是这样子。好，那你看这样子的话，它气流会怎么走？它会这样子，挡到之后没有被挡到之后，它会这样子嘛，对不对？
哦，被挡到之后，它会这样子流。那你人坐这边，它这样子流，你才有循环道啊，对不对？所以你必须挡在这边才有用，你挡在这边是没有用的。哦，再来，我刚刚讲说为什么屏风不行？因为屏风它根本就没有从地下挡到最上面，所以它气流，哦，像这样子碰到屏风之后，它会怎样？你屏风上下没有挡，它就从那个屏风的空缺处上面下面这样子直接钻过去啊，对不对？空气它只要有缝，它就会钻过去，所以它就这样钻过去啊。你说你挡屏风根本没有用，所以你记得要挡这个穿堂煞的，一定要从地板上挡到天花板才有用。哦，那至于要不要透光，刚刚有人讲到说要用那种不透光的材质，其实透光跟不透光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用玻璃挡住透光有什么关系？你只要全部挡住，它气流还是这样子流啊。哦，反正用透光的这边光线还比较好，你用不透光的挡住，这边光线变得很差。哦，除非说那个光线是不好的，不好的光线，什么叫不好的光线？就在衰荒的光线，那你才用那种这个不透光的把它挡起来。哦，那不然的话，我们只是考虑到说这个穿堂煞的，你其实不用那种不透光的，你只要挡住风就好了。最重要是要挡住气，不是要挡住光线。那你挡住气，你就不能用什么屏风，你要用那种从头遮到从那个底遮到天花板的那一种才行好，那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例子我们把那个窗户开这边，对不对？那如果说窗户不开这边，我们改开这边，这样可不可以？我们假设我们气流是这样流的，假设我们气流是这样流的，好，你这样子的话就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看你气流这样流，然后你窗户开这边，它会有的是这样流，那你人坐在这边一样没有循环道啊。你即使说把这个窗户或门关起来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它气流是这样流，你等于这边都没有循环道，你人坐这边一样没有循环道气流，所以这种开窗方式不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只要开个窗户就好了，这不是那么简单，你一定要开对，开在这个位置，它这样子才有办法循环道，或者说你开这边也可以啊，这样子循环道啊，这样子才有循环道，你开在这边这没有用或者开这边，这都没有用，或开这边这个都没有用，所以你看我们考虑的是很科学的东西，我在讲阳者的时候，是考虑到它气流怎么走，不是像有些老师讲的那么玄，我们用眼睛看说从前门看到后门，只要看到就不行，这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好，那你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更正确更多正确的风水阳宅观念，你可以参考我的网站在台湾的你可以看这个网址www.longyu.com.tw 那大陆的民众你看不到台湾的网址看不到台湾的网站，所以你我这边台湾另外有一个官网是这一个3个 W 点 CHENLONGYU.com 欢迎你们来我的网站莅临指导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好，这种情况是隔成两间隔成两间的穿堂煞像这一种有的老师就说这个很凶，有没有？从前门看中间又一个门，又透过去，然后后面又一个门他说这个很凶这个大凶还把那个穿堂煞列为什么阳宅最凶的那个煞之一好，那这种的话当然不行了你人坐在这边的话，它气流这样子流过去，当然根据我们刚刚的气流的那个定义，你这边没有循环道嘛，当然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是穿堂煞没有错，这是穿堂煞没有错。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是两个左右两间隔成两间的，这个也不行，因为它气流一样这样流过去所以这一个都没有循环道
哦，所以这一种都是穿堂煞没有错，哦，好，那我们再看哈，那怎么改哈？其实很简单呐、你看哦，我在左边这一个哈，这间房间加开一个窗户，这样改了之后，哦，对哪一间有影响？这一间哦，这一间就变变好了，但是你这边要关起来了，哦，你这边一样要关起来，或者说这边把它关起来，做个门关起来，然后这样子它气流就会这样子流过来。但是你这边关起来的话，那这个这个就没有气了，这个 A 这个就没有这个循环空气了，所以这样子不好，好，那你这个即使说这个没有关起来好，你关这一个。关这个的话 ，A 也是不好，为什么？因为它的气流一样是这样子流过去，因为你这边都没有开，这边都没有开，所以它气不会过来，所以 A 是不好的。只有这个 B 它是可以改善的。对 A 而言，虽然你这个门关起来没有那个穿堂煞，但其实它还是没有流通，气体还是没有流通，它还是不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好，那如果像这样子这种状况。换成说，开在 A 这边的窗户这边，那就会造成什么现象？你当然这个门还是要关起来，所以这样会变成这样子，会这样子会流过来，所以变成 A 是好的，但是 B 呢 ？B 不好，因为它气流会这样流，所以 B 还是没有循环到，只有 A 有循环到，所以 A 是好的 ，B 不好，好，那我们再看最好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个门关起来，然后你看它会这样流，而且也会这样流，这样子，A 跟 B 两间都好的，再来，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加开的窗户，但是仍然没有改善，为什么？你的窗户如果开这边或者开这边，这个根本不会改善，为什么？因为它气流还是这样子流掉，跟你这个 A、B 还是没有被循环到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没有用，所以你窗户一定要开对，好，那我的理论到这边讲完了，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刚刚这个坊间老师对穿堂煞的定义跟解法，你现在再回头看，你就会有不同的观点，他说住宅的大门一打开就可以看见后面的窗户，有没有？他是用看见后面的窗户。那我刚刚也讲过了，它即使不在一直线上，也是穿堂煞，或是阳台的话，而没有其他遮蔽物，就叫做穿堂煞。你有遮蔽物也不一定就不是穿堂煞。我刚刚讲过，你要遮蔽物要从地板遮到天花板才算。它如果真的是穿堂煞的话，你要从地板到天花板这样才算。而且也不是说看到后面的窗户就算，你要看后面的窗户跟前面的门，这前后门有没有同时打开，同时打开的才算。有的人后门，还是他的公寓那种前门几乎都没在开的那一种，根本就不算是穿堂煞。好，再来，他说穿堂煞的影响来说，会容易有血光之灾、动刀的机会增加。而且对财运方面来说，会有漏财损耗的现象。为什么是漏财损耗现象？因为它气风吹气散，你的房子不聚气，气就是财，不聚气的话就不聚财。那当然这个只是阳宅说法啦，其实真正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样讲说，因为它风吹气散，所以导致你人在里面住的时候，因为你气场被吹乱了，所以你人感受的磁场就不好了。这个我们在阳宅的师资班教材里面有讲得很清楚。我们人本身是一个有磁场的动物，这个已经证明出来了，这科学家证明出来了。我们人它是有微量的磁场，那房子它本身也是有磁场的，因为它盖在地球的表面上，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南北极的大磁铁嘛。那你阳宅盖在地表上，它会根据它的格局方位产生不同的磁场。然后你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磁场
当然会受它影响啊，哦，会变好会变不好啊，哦，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人的磁场被改变了，所以你会做出正确的哦，或者是错误的决定，哦，或变成赚钱或是亏钱。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化解的方式，哈、哦，除了更改动线，更改动线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它隔间哦隔起来，或者是那个门哈、哦、做改变，重新隔间之外，哦，就是在中间加屏风，哦，还有没有？他就说加屏风，我刚刚讲过了。加屏风的话没有用，你要从地板到天花板，哦，都把它遮起来，哦，这样才有用。不过采用不透光的窗户，这我们刚讲过了，哦，根本不用不透光，透光没有关系，让光线视线无法透视就可以了。哦，他讲这样子，哦，让光线视线无法透视就可以了。哦，这刚刚我们讲的有没有？我说你遮不是从哦随便遮就好了，你刚才记不记得？哦，我说遮的话要遮对哈、哦，你即使说你用遮的那个你遮的位置不对哈、哦，也不行。哦，那个在哪一张？这一张嘛哈、哦，我说你看你有，他说在中间遮起来就行了。那我如果遮在这边的话，我刚刚已经解释过，遮在这边其实是没效果的。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哦，你看黄坚老师的改善方法，这个第一个，好，一般多可在两个气口的一直线上用屏风，哦，他还是用哦，强调用屏风加以阻隔便可。这换了两个缺点嘛，第一个你不能用屏风，屏风它的底部跟那个哦上面没有遮到，哦，第二个不是说随便加以阻隔就好了，我刚刚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哦，第二个更改前后气口，或是更改前气口或是后气口，哦，使不在一直线上，这也不对。像刚刚我举那例子有没有？它不在一直线上，但是它还是一样是穿堂煞。哦，第三个摆一个盆栽也可以，这个更错个离谱哈。你盆栽有的小盆栽根本那个气流能够挡多少？你就算大盆栽，它也不可能从底部挡到天花板那么高。哦，不是说挡个盆栽就好了，这个根本没有用啊。哦，那如果在厨房也可以用冰箱，冰箱有那种从底部到天花板吧，那很少，对不对？哦，橱柜的话，有的还可以挡到天花板，但是一般也有的没有啊，它都没有强调说一定要从底部哈、哦、挡到天花板。哦，第四个这个也没有用啊。哦，在客厅入门哦玄关处用鱼缸来化解。好、哦，鱼缸。你除非说你鱼缸是从底部哈、用到天花板，如果这样子的话，哦，那个没办法，那你那个怎么喂鱼？哦，怎么养鱼？哦，所以用鱼缸这个根本也没有办法完全挡到。哦，重点不是在于盆栽、鱼缸啊、或什么东西，重点在于说你要从最底部挡到天花板。哦，这才有用。哦，所以你看哈、你从刚刚我们一开始带你看哈、这篇文章，跟我现在讲解完之后，再回头来看这篇文章，哦，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观感。哦，那我们其他的内容也是这样子。哦，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哦，那请你看我其他的内容。